2年，700多个通宵，只差最后一步，我研发的天穹智驾系统就能上线。主系统稳定，常规路况稳定。警报！警报！特殊场景存在重大风险，车毁人亡。沈怀瑾，你给我老实点！今天的演讲人是陈耀，你不配。凭什么？就凭陈耀长得帅，会拍马屁，投资人喜欢的是他，而不是你个书呆子。陈耀图纸拿反了都不知道，你让这头猪上台演讲，还敢跟老子顶嘴！今天不是技术答辩，是融资发布会，谁敢耽误我融资，都给我卷铺盖滚蛋！不是技术答辩，你把技术负责人名字改了干什么？既然不重要，责任单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的名字？公司讲结果，陈耀长得帅，会表达，资本吃这套，你上去，谁听你那些破死剧？怀瑾哥，你别多想，我替团队发声，你更适合在后面镇场子。多传感器冲突时，优先级回退怎么是？发布会不需要讲那么细吧？夜雨逆光、施工混行、临时标识这2类场景的公开说明我还没确认。投资人问细节，你答什么？怀瑾哥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我只是帮大家把成果讲出去，你别临门一脚吓投资人。够了！你技术顾问已经很给你面子，识相，乖乖配合，连毛都没有。怀瑾，系统做成，公司就有底牌了。你放心，功劳都是你的。再扛一扛，融资节点到了。这轮过了，公司不会亏待你。这就是我兢兢业业换来的结局吗？真干净，就好像这2年我根本没存在过。是啊，陈哥，待会儿采访别紧张，你往那儿一站就赢了。沈哥技术厉害归厉害，就是太闷了，资本又不看代码，职场也讲包装，别什么都往技术上扯。你们也觉得谁上都一样？怀瑾，别把话说这么死嘛，大家都是为了项目好。行，为了项目好。怀瑾哥，专属采访是周总定的，我也推不掉。等我上台，一定会提团队。你最好别提我。沈怀瑾，你什么态度？公开拿着！我不要了。别忘了，你还是项目组的人。怀瑾哥，你别这样，大家都看着呢。不是你想要这个位置，去拿我吧。下面让我们有请天穹智能驾驶系统首席研发人陈耀先生。天穹是我带队攻克的关键项目。他们放的是上周那版剪辑，昨天刚出现一个重大风险，而陈耀压根不知道。哪一类目标？天穹已经具备 L4级无限接近量产能力，可以应对绝大多数复杂城市场景和极端路况。绝大多数这4个字最会骗人。智驾系统演示口径与接管边界存在重大风险。沈哥还是太谨慎了，咱们得向前看。我们团队完成了零事故闭环测试，意味着系统可靠性已经进入行业第1梯队。量产节奏比预期快，要是真能做到。我刚想把昨天复测截图再提一次，被产品总监拦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今天是融资关键阶段，谁敢提问题，谁就滚蛋。我说这是安全问题，不是情绪问题。他直接把我电脑拿走了，说会后再谈。他们不是不知道风险，他们只是决定先把风险盖过去。我们的核心优势是自动驾驶、自动识别危险路段，风险概率太低，不影响。真出一次事故，你负责吗？先过发布会，融资拿到，后面再慢慢优化。陈总，你们说接近量产，那人工接管策略的触发机制是什么？识别冲突时是保守刹停，还是继续绕行？这个问题很专业，涉及内部算法细节，
暂时不方便完全公开。陈耀不光懂技术，也懂商业表达。今天很多细节不方便展开，后面我们可以安排专项沟通。陈总厉害啊，讲得真稳。你这形象一站上去，项目质感都不一样了。周总这步安排真对。沈光不对，刚刚备用场地又跑了一次。待会儿的市场演示必须停。你又要干什么？备用车刚刚2次出现异常刹停，存在重大风险，必须停。够了！现在不是项目负责人，没有资格下决策。流程不会因为你一句话就改。没有资格。夜里试车，凌晨改逻辑，出了问题资格都是我的。挑完水，倒说我没资格。上次我提延期就说过，叠加施工锥筒、逆光、行人横穿，系统判断会乱。待会儿追问算法优先级，他一开口就露馅。沈哥，都到这一步了，能不能先不闹了？有问题等融资签完再优化吗？你现在说停，损失谁负责？系统真在演示里出事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，行了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融资拿下来。只要这轮签了，全员发奖金，陈耀升职，我给大家办庆功宴。公司也不容易，先活下来最重要。技术底线也得分时候吧，大家都有车贷房贷要还，有老婆孩子要养。技术底线原来还能分时候，系统安全想靠赌跑出来。你们这是拿人命做交易。沈怀瑾，你要是再闹，就给我滚出会场！放心，我本来也没打算给你们救场。接下来进入深度试驾演示，有请天穹系统首席研发人陈耀讲解复杂路况自动决策能力。研发2年，我们最核心的突破就是复杂环境适时决策。施工区、逆光、行人横穿都有完整优先级模型。这位老师，您请。我是启耀资本的技术顾问。既然你们说复杂场景成熟，我想看复合场景。施工堆筒、逆光、行人横穿同时出现，系统怎么判？算法优先级依据是什么？感知冲突时，回退逻辑怎么触发？最差情况下，人工接管窗口保留几秒。这个具体也可能切错了，我让后台调一下。你作为首席研发人，不知道自己系统的优先级逻辑。陈总，你刚才说系统接近量产，接管边界是什么？误识别怎么处理？为什么一个数据都没有？稍后由技术团队补充，我们还有更完整的展示。你自己不就是技术负责人？怀瑾，先跟我上去。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。闹脾气？你先把场子稳住，后面的都好商量。名字、奖金、职位，什么都可以谈。周总，你不是说能解决问题的人谁都能替你？那你去找能替我的人。沈怀瑾，你别太过分。公司要是真出了事，你也跑不掉。发布会负责人是我吗？署名是我吗？对外承诺是我说的吗？既然都不是，凭什么我跑不掉？这是什么？拍，快拍！什么意思？原来有人提前提过风险，那为什么还开发布会？谁让你们签这个的？赶紧关掉！周总，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：你们是技术不行，还是故意夸大宣传？这只是内部测试阶段的个别分歧，不能说明整体。合作前提是诚信。周总，请问你们是否故意隐瞒风险？陈耀是否真实参与核心研发？内部建议延期，为什么没采纳？结束了。才刚开始。
怀瑾，这会是你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机会。确实重要。重要到让我看清，他们要的不是技术，是包装，是故事，是有人替他们扛风险。怀瑾，系统彻底炸了，除了你，没人能收拾。陆董，这话你说晚了。我知道今天的事委屈你了，但现在不是算旧账的时候。事故被媒体放大，核心投资人暂停签约，市场数据连锁异常。你先回来，稳住技术线。回来做什么？继续给陈耀兜底，还是替周启山收拾烂摊子？沈怀瑾，下午的事就是误会，署名、奖金、职位后面都可以补。你先回公司，当众解释技术路线，告诉投资人系统没问题，这事儿还能压下去。没问题。周总，你是忘了台上那几页日志，还是忘了备用车怎么停的？沈怀瑾，你别太过分，资料都在你手里，你要是不回来配合，融资真黄了，项目损失算谁的？公司追责，你跑得掉吗？项目署名不是我，发布会负责人不是我，量产承诺不是我说的。现在拿什么追我责？还是说，抢功的时候你们是一套，背锅的时候又是另一套？怀瑾哥，求你别不管我，我就是听安排，周总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套话真熟，抢署名时他可不像没办法。你拿我主讲稿带我公牌时怎么不说没办法？专访首席研发人升职承诺收得那么快，现在出事了，想起自己是棋子了。我也只是想往上走一步，大家都在一个项目里，你不能看着我死啊！你拿好处的时候可不像棋子。沈先生，我代表董事会正式沟通，您愿以顾问身份临时回公司做技术说明，条件都可以谈。行，先公开更正研发署名，补发我全部绩效奖金和专利分成，再按外部首席顾问价标合同，钱不到位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多说。现在情况紧急，能不能先处理，售后再走流程？不能，以前我信流程，结果我的名字没了，成果成了别人的。现在谈紧急，抱歉，我不信了。他这是趁火打劫。周总，火是你们自己点的，我不过是在看他怎么烧。我会把您的条件转达给董事长。怀瑾，明早9点你来公司，我们当面谈。你要的条件不是不可以。沈工，董事长在里面。怀瑾，咱们先去机房，边处理边谈，时间不等人。法务室在哪儿？你什么意思？先签字。第一，第二，恢复我研发主创身份，公开更正署名。第二，结清绩效和专利奖金。第三，书面确认我多次预警，发布会决策与我无关。第四，要我介入，只能按外部顾问标准签。沈怀民，你疯了吧？公司都快炸了，你还在这谈条件？不谈条件，等你们再改我名字，还是把锅全扣我头上。你这就是趁火打劫！火是你点的，现在嫌烫了。签拟补充协议。陆董，责任划分和奖金结算要董事会审批，可能需要时间。让我先走。你站住！你是不是非要看公司死？昨天我让你停市场时，你怎么不问自己这句话？周启山，你闭嘴！
该。沈先生，这已是最大空间了。我要的不是空间，是白纸黑字。我提交过的风险邮件、会议记忆、延期建议都在。昨天发布会谁决策谁担责，写不清楚，我不签。你真以为公司会被你拿捏？项目砸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项目不是我砸的，是你们拿它去赌。怀瑾，我承认公司在数名和项目管理上有问题，那你至少先帮我们止血，公示责任，奖金到账，可以后补。不行，没有书面文件，没有到账记录，我今天不会碰一行代码，也不会见一个投资人。陆董，出事了！昨晚世诚的投资方技术顾问在行业论坛发长文，关键场景缺陷、话术漏洞全列了，帖子爆了，监管发来询问函。什么询问函？要求公司说明公开宣传是否与真实测试一致。怀瑾，如果你不回来，公司还有没有救？看你的命！公司开责任切割会了，周启山开始甩锅了，说发布会爆雷是陈耀虚报能力，测试组把关不严，还有你故意不配合交接。录音了吗？录了，而且陈耀也翻脸了。怎么说？周启山刚说到一半，陈耀就把聊天记录和语音放出来了，是周启山让他发布会上往高了讲，只要融资成功，技术细节后面都能补。署名也是周启山拍短改的。原本还有人替周启山说话，现在全没声了。他还骂陈耀忘恩负义。董事会有人在场？有，秘书、法务、财务都在。陆董没来，但应该全知道了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再不说，以后大家都得跟着买。你做的对，他们的错为他们自己买单。怀瑾，周启山的事，董事会已经在查。你手里的记录，我希望你能先发一份给公司。发给公司做什么？让你们再挑几条对自己有利的留着，剩下的全压掉。你不信我？陆董，你们先是不信技术，后是不信风险，现在又来要我信你，你觉得现实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已经把2年来的研发记录、风险邮件、会议记忆全部打包了，现在不在你们手里，在我律师那儿。你要走法律程序？不是我要走，是你们逼到这一步了。怀疑沈怀瑾存在泄露商业机密、恶意制造舆论等行为，准备依法追责，请配合说明。前脚求我回去，后脚就想先下手为强。别回，我来处理。如拒不配合，公司将于明日正式启动诉讼程序。周启山这是急疯了，狗急跳墙，开始反咬。他们想先发制人，把帽子扣你头上。不奇怪，他们最擅长这个。你离场后接触过媒体吗？发过测试资料吗？论坛那篇长文呢？没有。长文是投资方技术顾问写的，现场公开提问的人就是他。那就简单，我们反制。你这留痕习惯真救命。被逼出来的。
沈怀瑾未泄密，未主动接触媒体，若天穹继续污蔑，将依法提起诉讼。怀瑾，没必要闹这么僵吧？陆董，先放律师函的是你们公司，不是我。我没有同意起诉你。那就更有意思了，说明你们公司现在连一个人都管不住，谁都能替你发疯。董事会刚做了内诊，陈耀没资格签几份技术确认文件，有几份还是行政代签的。谁让签的？周启山现在也在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他是怎么一步步把项目送进坑里的。周启山想私下跟你谈，只要你不继续追责，名字、奖金、职位都可以补。他当初改我名字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。我希望你至少以外部顾问身份，帮公司做一次风险止血方案。方案可以卖，人回不去。可以，价格你开。先付款，再给方案。行。真打算卖？卖方案，不卖命。我只给风险评估和整改清单，能不能救活，是他们自己的事。我不想再给这种项目背锅了。技术红线守不住，再留就是背锅。周启山抢我名字的时候，大概想不到最后连人都留不住。这下好了，不是他们想不想压，是压不住。天穹被查，监管要调全部测试数据，宣传口径审批记录也要交。监管要求提交测试数据、宣传审批、风控意见。你那几封风险邮件是关键证据。怀瑾，止血方案先给我，监管直查耽误不起。钱到了吗？已经在走加急流程。流程没走完，方案不发。你非得卡这么死？以前我不卡，你们卡我名字、奖金。现在轮到你们急了，倒嫌我卡得死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只能向监管解释风险点，没法恢复商业推进。我卖的是止血方案，不是起死回生。系统底盘早被你们透支完了。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以前我也没被你们把署名送给别人。沈哥，公司都这样了，你还藏着掖着，有意思吗？大家好歹一起干过2年。陈耀崩了。怎么崩的？董事会推陈耀背发布会虚假宣传，陈耀在会议室哭，说台词全是周启先定的，他只是被告。周启先当场翻脸，既然以首席研发人上台，就该负责。两人互撕传遍公司，偷拍视频差点外泄。一个抢署名，一个给署名，出事又都说只是配合，狗咬狗，正常。沈先生，几家智能驾驶和安全架构企业想见您，有头部公司，也有刚融完资的新团队。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天穹出了什么事儿，而是您为什么能提前看见风险。您方便聊聊吗？可以，资料发我。这些骂声对我没意义，对公司很致命。技术失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明知道哪儿会塌，还逼所有人一起往上站。事情闹到这一步，总得有人被扔出去。只是以前差点被扔出去的人是我。对不起，沈工，我其实替你感到不值，恳求内部调查别写我，我知错了。
代签是领导安排的，我也不清楚呀。你们不是知错了，只是怕火烧到自己。怀瑾，回来吧。职位我给你技术副总裁，股权可以谈，团队你自己组。陆董，你现在要的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们要的从来不是尊重技术，只是想找个人把自己砸烂的盘子收回来。我承认之前判断有问题，天穹不是普通项目，只要你回来，董事会给你最大权限。2年前，我只想让风险被认真对待，没闭环的系统别穿上量产外衣，可他们没听，现在晚了。你这是在讽刺我？不是讽刺，是提醒。你们要是早点看这个，公司不至于走到今天。怀瑾，你真一点余地都不留。余地我以前留过，是你们自己踩没了。公司刚刚发内部通知，大规模裁员和业务收缩，今晚就会公告。公司进入崩盘阶段后，报应来得很快。先是周启山，帮我递句话给沈怀瑾，我想见他一面。递过了，他没理。第一回我没理。沈怀瑾，是我，别挂，我们见一面。第2回，他换了号码。怀瑾，当初是我鬼迷心窍，我程程为了融资做错了署名和发布会决策，我可以公开道歉，也赔偿你的名誉损失。他说来说去，核心只有一句：救他。至于道歉，不过是附赠品，不必。怀瑾，我是真知道错了，你就帮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一定还你。周启山，你后悔的不是伤害了别人，你后悔的是自己输得太惨。你当初改我名字的时候想过我吗？你逼我闭嘴的时候想过系统真出事怎么办吗？现在让我写母责说明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？可要不是你后来不配合，事情也未必会闹这么大。周启山，你听清楚，发布会上夸大宣传的人不是我，压掉风险建议的人不是我，把一个没看懂系统的人推上台的人更不是我。你现在落到这一步，叫咎由自取。陈先生，那个台上的人是你吧？那套不成立的话术是谁教你的？你真实参与了多少研发？没人吃这套。我最烦的不是别人问项目出过什么事，我烦的是我明明一直在反对，还得先自证清白。那就让下一家公司知道你不是问题的一部分。说的容易，现在整个行业都把天穹当反面教材了。反面教材也有2种人，一种制造问题，一种提醒问题。你是后者。谢谢。沈杰先生，我们不想听包装，你就看这几个场景，判断技术边界和商业化节奏。你们现在对外宣传到哪一步了？辅助驾驶增强，没碰量产级别承诺。不错，那你直说哪些不能上？这个不能上，接管边界不清；这个也不能上，极端工况样本太少；这个可以继续测，但不能对外说成熟。还有，这种宣传话术别写，容易越线。如果必须压发布时间，优先补哪块？先补保命的，再补体验。什么意思？先把会出事故的点堵上，再谈丝滑、舒适、商业故事。这里面哪些句子绝不能讲？接近完全自动驾驶，删；复杂城市场景稳定覆盖，删；接近量产验证完成，删。会不会太保守了？保守
是为了不在事故之后跪着改口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原来被尊重是这种感觉。沈工，聊得非常痛快，你的务实作风正是我们急需的。希望下周就能看到你坐在研发主管的办公室里。我也期待，能把风险边界讲得这么清楚的人不多。谢谢认可，我也希望加入一个只讲真实技术的团队。沈工，你在哪儿？你被人往死里整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全网热搜，天穹发了全网黑攻坚通稿，现在整个智驾圈子都炸锅了。他们说你自己看吧。好一个偷天换日！沈先生，等一下。沈先生，我刚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，您的背景调查出了严重问题，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红线问题，录用流程必须立刻封结。你们只看通稿，不看证据。请您现在立刻跟我去一趟法务部，我们需要一个解释。沈先生，开门见山吧。天群法务部刚把律师函发到我们公开邮箱，还附了 IT 主管出具的代码外传日志。沈工，时间、IP 都写得明明白白，你不能自证清白，我们不敢承担录用商业间谍的风险。沈怀瑾，法务部送给新东家的大礼收到了吧？你不是很能拿底线压我吗？现在白纸黑字，整个行业都会知道你是窃密内鬼，新东家还敢要你吗？只要你乖乖滚回来替天穹擦屁股，把监管这关过了，我就算你将功补过，撤销起诉。周启山，找 IT 主管伪造的假证据，也想威胁我？伪造？后台日志我们说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。我给你1小时，不答应，下半辈子等着吃牢饭吧。沈先生，不论真相如何，前东家系统导出的日志有初步证据效力，我们公司求稳，不能招惹窃密官司。很抱歉，您的录用流程必须暂时终止。我等他们伪造这份证据，等了整整3天了。沈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你在等他们伪造证据？被周启安撤下主研发人身份那晚，离职交电脑前，我做了全盘哈希存证。全盘哈希存证？你给自己的工作电脑做了数字指纹？没错，哈希值是数据 DNA， 动一个标点，删一行日志，整盘指纹都会变。为防他们反咬我篡改，我把存证同步云端，并申请国家授时中心不可篡改时间天。看清楚，外传日志生成时间是离职前一天晚上11点45分，而时间坨显示当天下午3点。我已清空外接权限，锁定系统盘，完成哈希备份，交还电脑8小时后，系统里凭空多出一条外传记录。除了周启山指使 IT 主管捏造伪证，还能是什么？太绝了！这种自我保护意识我从没见过。他要真是商业间谍，能把整个行业底裤扒干净，还轮得到天权抓把柄？沈先生，你的留痕洗清了窃密嫌疑，也把天群法务部送上绝路，伪造核心商业证据，违法性质严重。我建议立刻恢复入职流程，必要时我们天群法务部愿意全方位协助，不必麻烦贵司。证据闭环了，带上时间天和哈希存证去警局报案，同时你诉状，把天穹公司和周启山一起告上法庭，罪名是诽谤和伪造企业核心证据。我要让他们一次死透。沈工，材料已同步，下一条是技术科普视频。拿篡改的本地日记去硬刚国家授时中心时间穿，天穹高层脑子是实心的，惹谁不好，非惹一个把安全底线和反侦查刻进 DNA 里的祖师爷，这叫降维打击。警察同志，我是冤枉的，是周启山，周董拿竞业协议威胁我，逼我黑进后台篡改日志。沈怀瑾肯低头了。周启山涉嫌伪造证据、恶意诽谤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底层技术玩不过，就换一张桌子。陆董，王总，沈怀瑾在你那边很风光吧？
我有些关于它的风险，想和您单独聊聊。沈怀瑾，你真以为技术能摆平一切？既然你不识抬举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顶层资本的规矩。王总下死命令了，沈怀瑾只要还背着官司和舆论，我们就绝不能录用，否则下月领投资金直接撤回。他展示的反侦查手段和底层逻辑你们都看到了，有他在，系统至少跨越2年研发，伪证已被警方查实，他是清白的。资本市场只看风险评估，资方要稳赚故事，不要热搜刺头。资金链是公司的命，通知法务暂停 offer， 让他走人。报警抓人确实漂亮，但你不会真以为赢了吧？没我点头，这行业你寸步难行。低头回来接盘，我还能赏你口饭吃。错失沈怀瑾，下月测试拿不出亮眼数据，资方一样会压价。不招他，大不了稳扎稳打；招了他，明天公司就断珠，立刻去跟他解约。不用解约，也不用稳招稳打，只要1个月，我让资方求着你们投钱。沈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下个月的全国质价安全 S 级大考，我去拿唯一一个 S 级认证，拿不到 S 级不要1分钱，但如果拿到了，我要最高级别合伙人身份正式入职，并对所有技术底线拥有1票否决权。好，沈工够魄力，这份对赌我接了。只要你把 S 级认证捧回来，合伙人位子我双手奉上。老沈，这20辆测试车和整个算法团队都交给你了。时间紧迫，我先看你们现在的底层算法架构。谁改的这段决策要先级？这是上周合并的参数，说常规演示会更丝滑。这不是优化，是跟天穹一样的激进毒瘤。把合并记录、审批人、测试日志全部拉出来。现在。沈顾问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把感知层平滑过滤全删了。S 级大考考的是智驾，不是飙车，拿命换来的流畅叫谋杀。那段代码在模拟器跑了几千遍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凭什么乱改？凭这是现实世界，你开1号车用原版，我开2号用新版，盲区横穿，10车见真章。看清楚了，你要的高分是拿人命填的。从今天起，安全拥有1票否决权。谁敢为了演示好看去动底层冗余，立刻滚蛋！沈工，今天第3家公司当着我的面把简历扔进垃圾桶 ，HR 指着我骂，说我背刺东家，出卖机密，是定时炸弹。我不后悔把证据交出去，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擦干眼泪，带上你的电脑，半小时后来新公司找我。沈顾问，咱们正处在对赌生死关头，你招一个全行业封杀、深陷前东家公关女台的人，资方查下来，资金链立刻就得断。他是我见过对安全文献最执着的测试员，没有他把关底层冗余数据，大考安全分我不敢保证打满，人必须留。资方有意见，让他直接来找我，立刻办入职。这怎么可能？避障反应时间连硬件传感器延迟都盖不住，难道海外底层技术真甩了我们几条街？慌什么？车体总重和轮胎抓地力是恒定的，连物理延迟都抹平，这不是技术突破，是魔法。全员都有，取消休假，所有算力集中到主服务器，彻夜反偏移这份运行特征日志。我要一针一针扒开它的皮，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牛鬼蛇神。
抓到了，他们提前拿到 S 级大考常规路段的坐标和障碍物分布，在代码里写死到多少米识别哪个锥头，这叫过硬核刷题，通俗点就是作弊代码。所以高出20%的数据，只按剧本执行。没错，遇到复合极端盲区，系统会丧失判断，找不到匹配条件就锁死，甚至下达满油门加速。陆鸿川为了踩死我们拿接包资本的钱，造的是一台上真实路况就会杀人的绞肉机。既然他们想靠提前背答案拿第一，那我们就给这场比赛加点他们背不下来的超纲题。陈总，上月安全危机后，沈怀瑾指控你们草菅人命，你们今天高调参赛是为挽回颜面吗？上个月的意外完全是某些居心叵测的前员工为了高薪跳槽，故意在底层代码里植入恶意 bug。今天成绩会证明谁才是窃取机密的骗子。哟，沈工，听说你跟新东家签了生死对赌，我们天穹带的是海外顶尖黑盒算法，闭着眼都能拿最高分。你现在认输，等会儿数据难看，我还能替你求情。新公司代表沈怀瑾对本次考纲提交特殊申请，要求启动 S 级大考极端复合场景加试。天穹这套系统太猛了，完全是量产级表现。陆董，恭喜啊，这个成绩上市稳了。第一轮而已，天穹的真正实力还没全拿出来。这就是被你们吹上天的技术之神。你看大屏幕，他那个破系统连及格线都够呛。我早就说过，跟着沈怀瑾只有死路一条。沈怀瑾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天穹的车跑得像赛车，我们的车慢得像老头乐，外面全都在嘲笑我们是个笑话。现在立刻把那个见鬼的安全冗余关掉，把激进参数拉满。第一轮被淘汰，对赌协议当场作废，我1分钱都不会投。王总，别急。死记硬背的作弊者，在开卷考试里拿满分是必然的。常规题他们已经做完了，接下来就该看他们怎么摔死。加试路况，强内光叠加暴雨积水，伴随临时施工混行，各车队5分钟内确认，退赛本轮0分。陆董，这加试咱们没问题吧？陈总刚说天穹跨越式升级，这种路况应该小菜一碟吧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我们天穹向来不惧任何挑战。陆董，不能上啊！这题超纲了，系统没有底线冗余，视觉传感器一瞎，油门和刹车都会失控，会出人命的！闭嘴！今天就是死，你也得给我死在车里！签！我不签，这分明是让我去送死！我不上了！不上。发布会爆雷的锅你还没洗干净，今天敢退，我就让法务交出你伪造签字、收受回扣的证据。天穹破产前，我保证你先进去踩10年缝纫机。签！完了，瞎了！躲不开的，距离太近了。
高超不在这边。别放！这段他根本没有底线托底，会出事的。发车，现在停，就是承认天穹造假。刹车！快刹车啊！撞到人了。技术不是包装骗钱的工具，背后是人命。快，医疗组，安全员！这不是智驾，是蓄意谋杀。难怪沈怀允要辞职，他们根本没把人命当回事儿。陈总，作为现任首席研发人，系统没有底层刹车逻辑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也是跨越式升级吗？陆董用过你和作弊代码骗融资，是不是把投资人和公众的命当筹码？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们逼我上去的，代码根本不是我写的。无可奉告，这是系统偶发 bug， 我们要等最终鉴定。不用等了，陆鸿川，你把我们当傻子耍！要不是今天家事，我们几个亿就要跟你这堆破铜烂铁陪葬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我们名下所有资本永远拉黑天竺，等着破产清算吧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陆董，看了直播了，输得真惨啊！不过没关系，既然死定了，那就拉他一起垫背。垫背，陆鸿川，谁也别想跑！垫背，你自己去死吧！马上发全网通告，就说掩盖安全隐患，全是周启山个人违规，公司毫不知情，即刻开除，最高额度索赔追偿。想让我死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！沈怀瑾凭什么踩着我拿 S 级认证？天穹怎么死，我不关心，数据必须万无一失。上面啊，这是这段期的安全备考。是境外 IP 的暴力破毁，他们冲着智驾大考云端服务器去了。我们的 S 级认证数据全在云端，被删了。明天融资协议全是废纸。住手！沈空，你疯了吗？再晚10秒，底盘日志就要被清空了。拔了网线，数据是保住了，但你永远别想抓到背后那只老鼠，别让那只老鼠知道自己已经进了。等一下，这上面显示的物理定位根本不是云端服务器的位置，这是什么？这当然不是服务器的位置，它删掉的只是我在密函里随手写的死循环垃圾包。沈怀瑾，你给我老实点！
今天的演讲人是陈耀，你不配。总，这不是数据造假，是拙劣的定向网络破坏。发帖的人以为毁了我们的根基，其实只是在我的监控下裸奔，顺便把自己和黑客的底库全留在后台。好手段，沈公，有这份铁证，什么狗屁造谣都不足为惧。这笔投资我们一分不少，明天一早准时打款。走吧，我们去给周总送一份大礼。警察，别动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就是打个游戏，凭什么抓我？打游戏，打到别人千万级核心服务器底层里去了，给我带走！沈怀瑾，你这个疯子，你居然连反追踪的陷阱都提前挖好了！不能等了，必须马上走。只要今晚出城，就还有一线生机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市局的，立刻开门！别动，双手抱头趴下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犯什么法了？凭什么？涉嫌非法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性质极其恶劣。周总，网上的交易记录还没来得及删干净吧？金针来了，周启山真把账全交了。别乱问，站开！市经侦大队依法搜查，所有人员原地配合，任何资料不得转移、删除。天穹志气，全面查封。我们是市经侦大队和联合监管委，天穹涉嫌危害公共安全、伪造商业凭证、恶意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，现依法终极清算与查封，所有人离开工位，交出通讯工具。只要能套现，只要能拿上钱。文件已发送，价格降到最低，5000万美金，立刻打入我的立案账户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他怎么敢把这么值钱的东西免费发出来？他是个疯子！陆，你的代码连当废纸都不配。陆洪川，你涉嫌多项重大经济犯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。没钱了，
我只是个背稿的傀儡，凭什么替这群魔鬼坐穿牢头？别怪我，是你们先把我推出去的。我是陈耀，天穹的那个假首席研发人，求求大家看一看，我真的不想把牢底坐穿啊！我不是主研发，我连天穹一星核心代码都没写过。真正的技术骨干是沈怀瑾，是周启山和陆宏通逼着我篡改他的代码，顶替他的位置。沈怀瑾不足为惧，署名已经换成小陈。发布会别提及技术缺陷，先圈住投资，后续出任何问题，全都推给沈怀瑾。都是他们逼我的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傻傻。事情没考虑好是申请。守住底线，他是智驾行业的听醒哨声。技术可以迭代，但生命没有冗余。我们需要更多像沈怀瑾这样敢于对资本说不的清醒者。沈工，对不起，前几天是我有眼无珠，差点用愚蠢的短质毁了这份基业。您用最硬核的实力打醒了我们这些只看账面的外行，也保住了公司的底线和未来。资本可以加速技术落地，但不该去替技术试探生死的边界。以后底线之内的规矩，技术说了算。一定，绝对奉为铁律。沈怀瑾，这份九死一生的旧账，到此为止。曾经只能沉默背锅的人，终于有了选择权。沈老师，您觉得还有哪些边界要补？边界永远补不完，但该停的时候停，该说不能上的时候。署名能改，功劳能抢，真正做出系统。看透风险，守住底线的人，谁也提不